据说被这种鱼刺到，不及时治疗的话，有可能会挂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姚哥。现在是准备过去捞我们这一趟外海捕鱼的第二个网了。第二个网就放在第一个网的附近，所以船转个头直接就开过来了。第二个网也是一个小网啊，放的位置也是海花比较多的地方。主要目的也是以捕小剥皮鱼为主，这个季节都是这样子的吧。这样的现状要维持到农历的9月份才会换一种方式。到时候就准备大网放多一些了。先上来一条真鲷啊，这一条是真鲷，不是夹鲫鱼，长得确实是比较像一些，但是真鲷可以长到比较大条，而夹鲫鱼最大也就是1斤左右了。海鲤鱼来了一条啊，这个季节的海鲤也是比较多，肉比较肥，3条都是不一样的鱼货。应该也是一条真鲷，因为它的背上没有一条特别长的鱼鳍，嘴巴也是比较尖。其实2种鱼放在一起还是比较好认的，但是长得是真的像。准备开始来鱼群了，全都是夹鲫鱼啊！夹鲫鱼长成这样子，其实已经算是成年了，太大就是变老年了。夹鲫鱼也叫红鲢鱼，这个季节的数量还是挺多的。大群的，又是一大群，又是一大群。那运气还可以，好不容易遇到鱼群啊，以夹鲫鱼为主，然后其中有2条小张红。像这个网目前为止还没有上到小剥皮鱼哦，全部来了夹鲫鱼。刚说完就来一条了，每次说什么没有，他就来一条给你看一下，一条不够再来一条，难道这就是出了名的乌鸦嘴吗？但是我每次说海红帮没有的时候，也不建议来海红帮啊，太小条的我们就放生了吧。下次记得回来找我，大条一些的就可以留下了。可能前面的那一段是没有放在礁石区的位置，然后这边的网又回到礁石区的位置，才有这么多小剥皮鱼。没有礁石区的位置就比较容易上这个夹鲫鱼。估计情况也都是这样子的吧。已经有个半筐的鱼货了，2条小剥皮，后面1条大剥皮鱼，还是比较少见。上一次的外海捕也是捕到了1条大剥皮鱼。这一次又来1条啊，这条要小条一点。好的，就这样子，这一号的渔网也是拉完了，小半筐渔获。先把这些渔获拿去冰箱那边保鲜，然后再继续拉网。才刚开始拉网啊，这一边就连续来了好几条小剥皮鱼了。看来这一个网就是准确的放到礁石区的位置上去了，各有各的特点吧。主要就是看想捕剥皮鱼还是那些夹鲫鱼，但是明显剥皮鱼的价格要高一些，肯定是捕剥皮要划算一些的。但是夹鲫鱼数量又比较多，各有各的好处。当然礁石区的位置偶尔也会有这种夹鲫鱼过来，只是数量相对来说会少很多的。上一个网的剥皮也是成群结队的过来，这一个网就暂时还没遇到。这才刚说完没遇到啊，他马上就来了一群鱼给你看一下，以夹鲫鱼为主啊。夹鲫鱼学名应该是叫红鲢鱼，是有其他的学名字我就不知道了。最近的海鲤也是比较多啊，而且看起来也都是挺肥的。现在1斤也是50到55之间，所以这个季节搞几条这种海鲤鱼来吃也是很应季的。海鲤鱼呈这个蒜瓣肉，肉质还是比较细腻一些的。而且口感还是比较嫩的，吃起来是不会感觉到有一点柴的。夹鲫鱼啊，我们本地叫它盘仔鱼，肉质也是挺不错。毕竟这个季节也是吃夹鲫鱼的旺季，夹鲫鱼我们这边喜欢拿来煎鱼一下再吃。再来1条大剥皮鱼啊！这一个网连续来2条大剥皮鱼了。现在的大剥皮1斤也是要40来块钱的。所以大剥皮的价格是要比小剥皮要便宜一些的。泥猛鱼，今天捕到的泥猛鱼数量也是真的比较少，这好像也是这一个网的第1条而已吧。还是捕多一些小剥皮为好啊，毕竟这个季节的小剥皮数量多，而且肥，价格也是比较好。这几天应该小剥皮就会降价了，每年也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开海捕鱼的几天之后，小剥皮就开始降价。但也是降几块钱而已。
我都怀疑这是鱼排的操纵导致的。毕竟卖多少钱还是鱼排说了算的。还好我这2次的捕鱼都有朋友收购，直接就不用卖鱼排了，直接带回去冷冻起来就可以了，不用卖给鱼排，所以价格也不会被鱼排一刀一刀的砍，砍得我们也是没办法还手啊。这边先来2条加鲫鱼，这2条加鲫鱼这个样子已经算是比较大条的了，毕竟也是要30-40块钱的。太小条的加鲫有人会拿去卖，价格比较便宜，但是我们就不要了，放回大海去，让它再长，然后再回来找我就行了。毕竟太小条，赚多几块钱也没什么必要，还不如捕多几条这种小剥皮来的实在一些呢。旁边也是有一堆鱼是被这个八爪鱼给咬烂掉了，看这么一堆，满满的一堆啊，证明现在海里面的八爪鱼还是比较多的。听说别人放笼子捕八爪鱼，一次就能捕到个好几吨呢。就是放那种笼子专门用来捕八爪鱼的，一个笼子就有好几个大个的，连我们放偶尔都能捕到几个八爪鱼呢，更何况是那种，人家那种可是专业捕八爪鱼的呢。有机会我也去拍一个给你们看一下，看一下人家是如何用笼子捕八爪鱼，多看几种捕鱼方式其实也不错。这边也是连续来了好几条这个小剥皮鱼啊，其他的鱼货就比较少一些了。这个季节搞几条小剥皮煮面条也是挺不错的。等一下那些被八爪鱼咬烂掉了，就拿几条过来煮面条。只要把那些被咬掉的肉给切掉就行了，其他的都没问题的。只是品相比较丑，卖就不能卖了，自己吃还是可以的。可以有。那样子拿去卖也是没人要的啊，留着自己吃，其实味道也是挺不错。毕竟也是这种应季的海鱼啊。剥皮也一直是挺好吃的，没有什么硬刺，也没有小刺，而且2片肉也是比较厚，适合小朋友跟老人吃。而且它的皮也是比较容易剥，不会比那些有鱼鳞的鱼难处理。等于说它那一层硬皮就算是它的鱼鳞了。只要给它的肚子剪开一个口子，它的皮一撕就撕掉了，还是比较容易撕的。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帮你们撕掉，要2下手脚就行，又不会太麻烦。不过好像这一号的渔网渔获感觉比较少的哦，好像就上了几条小剥皮而已，除了小剥皮也没有其他渔获了。而且这一号的渔网也是接近尾声了，先看一下这号的渔网收获怎么样吧，应该就小剥皮多一些而已。确实是小剥皮比较多，其他渔获比较少，数量也是比较少。哇，这里来了一条毒鱼，据说被这种鱼吃到，不及时治疗的话，有可能会挂掉。但是这种鱼的毒煮熟了就没有了，肉质吃起来也是比较好吃的，拿去煮汤也是味道特别鲜甜。好像也是很久没有捕到这种毒鱼了，这种鱼也是虎鱼的一种啊，我们这边叫做它毒虎鱼。捕到的话也是经常拿这种鱼去煮汤，味道也是挺不错的。好像这种鱼就适合煮汤而已啊，没有其他的做法了吧。这一号网也是差不多就要拉完了，现在就准备开始拉下一个号的渔网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号的渔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也谢谢大家观看啊，我是南澳的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也记得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